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一起了解一个影响了全球数十亿人思想与生活的古老宗教佛教。佛教起源于大约2500年前的古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佛陀。佛陀的名字释迦牟尼其实意为释迦族的圣者，而佛陀的意思是觉悟者。在他成为佛陀之前，他其实是一位名叫乔达摩悉达多的王子。故事的开始就是他从一位王子成长为一位觉悟者的传奇旅程。悉达多王子一出生就注定不同，他生在富裕的王室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接触到生命中的苦难。他看到衰老、疾病和死亡，这些现象让他深感困惑，开始思考生命的本质，为什么人们会痛苦，痛苦是否有解。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奢华的宫廷生活，走上了苦行修炼的道路。经过6年的苦行，虽然他经历了极端的磨难，但他意识到单凭苦行并不能解决人生的痛苦。他决定采取中道，既不追求极端的享乐，也不陷入极端的苦行，而是通过内心的平静和智慧来找寻真理。最终他在菩提树下打坐冥想，获得了彻底的觉悟，成为了佛陀觉悟者。佛陀的觉悟揭示了生命中的4个真理，也就是4圣谛。这4个真理是佛教的核心教义。首先是苦谛，也就是苦是人生不可避免的部分，无论是生老病死，还是对金钱、名誉、情感的追求，都会带来痛苦。接着是极谛，解释了这些苦的来源是因为人的欲望和执着。然后是灭谛，指出了苦可以被消除，欲望和执着的消失会带来真正的解脱。最后是道谛，即走上消除痛苦的道路，也就是八正道。八正道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它是指导我们如何过上正确生活的路径。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经济、正念和正定，涵盖了从思想、语言到行动的各个方面，帮助我们过一个充满觉悟和智慧的生活。佛教不仅仅是哲学，它也是一种实践。佛陀教导我们要通过冥想和正念来修炼心智。冥想的目标并不是追求神秘体验，而是训练我们的心，学会观察自己的思想、感受和情绪，而不被他们牵着走。这种心灵的训练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平静，减少不必要的痛苦。说到冥想，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僧侣。的确，佛教中的僧团及出家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僧侣们选择放下世俗生活，专注于修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非常简朴，每日早起冥想，研读佛经、化缘，日复一日的实践佛陀的教导。对于这些修行者来说，物质的拥有并不重要，内心的觉悟才是真正的财富。不过你可能会好奇，难道佛教只适合那些僧侣吗？其实并不是这样。佛教中有许多适合普通人的修行方法，比如通过持戒、布施以及培养慈悲心。佛陀教导我们，即便是生活在世俗中的人，也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来减少痛苦，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说到佛教的重要人物，除了佛陀，还有几位对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和实践让佛教从印度传播到全世界。第一位重要人物是阿难尊者。阿难是佛陀的堂弟，也是佛陀的忠实随从，陪伴佛陀多年。他以超强的记忆力著称，被称为多闻第一。佛陀去世后，阿难尊者通过口述记忆传承了佛陀的教义，为后来的佛教经典3藏的编纂奠定了基础。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是马哈迦叶，他是佛陀的重要弟子之一，也是佛陀教团的继承人。马哈迦叶以其严厉的修行方式著称，代表了早期佛教中强调苦行和戒律的精神。佛陀涅槃后，正是马哈迦叶召集了第1次佛教结集，确保佛陀的教义不被遗忘。再来，我们要谈到龙树菩萨。龙树菩萨是公元2至3世纪的印度伟大佛教学者，他对大乘佛教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龙树菩萨的哲学思想体现在他的中论中，书中提出了中观学派的核心概念空性。空性并不是指虚无，而是说明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的，没有独立的实质。龙树菩萨被认为是大乘佛教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禅宗和藏传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还有一位伟大人物不能不提，那就是玄奘法师。玄奘在7世纪时跋山涉水前往印度，历经艰险求取佛教经典，
回国后，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珍贵的佛教经文，还亲自翻译了《般若经》《大乘起信论》等重要经典。玄奘的精神和贡献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还有一位广为人知的人物是达摩祖师，他被认为是中国禅宗的开创者。达摩祖师的思想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主张通过禅修和打坐，直接体验觉悟的本质，而不依赖外在的经典。达摩祖师的到来，使佛教在中国本土化，并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深度融合，影响了后来的禅宗发展。这些代表人物通过他们的智慧、修行和教义传播，使佛教在各个文化中开花结果，深刻影响了全球的信仰和精神生活。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佛教的三宝：佛、法、僧。佛就是指觉悟者佛陀，法是指佛陀所传授的教义，僧指的是那些跟随佛陀教导修行的僧团。这三者一起构成了佛教徒心中最重要的依靠。许多佛教徒每天都会向三宝礼敬，表达他们对觉悟、教义和僧团的尊敬和信仰。佛教传播的方式十分特别，在佛陀去世后，佛教迅速传播到了亚洲的许多地方，比如中国、日本、韩国、泰国、斯里兰卡等等。在这些地方，佛教与当地文化融合，发展出不同的形式。例如，禅宗在中国和日本非常盛行，禅宗讲求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通过简单直接的修行方式引导人们进入觉悟的状态。而在藏传佛教中，修行者会通过独特的仪式和冥想方法来修炼心灵。虽然不同的佛教分支有各自的特点，但它们都源自于佛陀的核心教义：觉悟、慈悲和智慧。无论是禅宗的静坐，还是藏传佛教的仪轨，最终的目的都是帮助修行者打破无明的束缚，看到事物的本质，获得真正的自由。在当代，佛教不仅吸引了亚洲国家的信徒，还在西方越来越流行。很多人通过冥想和正念来管理压力和焦虑，寻找内心的平和。佛教的思想和实践逐渐成为一种跨文化的精神指南。总的来说，佛教是一种教导人们如何面对苦难，找到内心平静的智慧体系。它不仅关乎对世界的理解，更关乎我们如何与世界相处。通过佛陀的教导，我们学会了慈悲、宽容和无执着。这些品质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佛教的简短介绍。如果你对这个充满智慧的宗教感兴趣，可以去看看一些佛教经典，比如《金刚经》或《心经》，它们会带给你更多的启发。感谢大家的收看，希望今天的视频让你对佛教有了更多的了解。如果你喜欢这类内容，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